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引人入胜的书籍《唤醒你的天才》Awaken Your Genius， 摆脱常规，点燃创造力，成就非凡。这是一本能够彻底改变你的生活的书，它揭示了如何逃离平庸，点燃创造力，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在这个视频中，我将带你们深入探索这本书中的精华内容，为你们展示如何发掘自己内在的天才潜能。无论你是在工作、学习还是个人生活中，这本书都将为你带来全新的视角和启示。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揭开唤醒你的天才的奥秘，开启一段追寻自己潜能的惊人之旅吧！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按钮，以获取更多关于个人成长和创造力的精彩内容。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吧。毕加索、伽利略、贝多芬、居里夫人，然而他们只是众多杰出人物中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天才潜能，每一个人降临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然而，当我们沉浸于学校、工作、社会和家庭的框架中度过一生时，我们停止了对自己的质疑，停止了思考真正想要的东西，而是沿着一条越来越狭窄的道路走下去。然而，摆脱束缚的时刻从未太迟。在《唤醒你的天才潜能》这本书中，你将学会如何温和地抛弃那些不再奏效的自我，如何崭新的诞生，如何重新书写你的人生故事。这本书将带领你踏上一段激动人心的旅程，解放你内心的创造力和潜能。它将教你如何跳出舒适区，挑战传统观念，激发你的想象力。你将发现自己可以超越平凡，实现不可思议的成就。别再拘泥于限制自己的思维模式，让唤醒你的天才潜能成为你的指南，引导你突破常规，释放内在的天才，并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非凡的价值。敬请期待这本令人振奋的书籍，它将改变你的人生观，唤醒你内心沉睡的天才潜能。我们每个人都是天才，我们只需要记得如何做到。霍尔马克卡片公司的艺术家戈登麦肯齐在走访学校与孩子们交流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趋势。当他问学生们教室里有多少艺术家时，几乎每个1年级的孩子都会迅速站起来。到了3年级，这个数字减少到了教室人数的1/3。到了6年级，几乎只有1-2个孩子举手。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导致了创造力的枯竭？我们每个人都是天才，你是完全独特的存在，是特定环境、血统和环境因素的独特产物。然而，当我们经历一段有条理的学校教育，承受父母、朋友和社会的期望时，我们开始抛弃独特的东西，反而添加了遮蔽真实性的层次。我们隐藏了自己的天才，但是挽回它从未太迟。要唤醒你的天才，你需要进行一次内心之旅，这需要反思，摆脱学习思维和期望的包袱，并将自己置于觉醒的道路上。在这个视频中，你将了解到实现这一目标的5个步骤。第一步是死亡，你将学会卸下那些不再对你有益的东西。这并不容易，你可能对自己的身份有所依恋，但是为了新的事物到来，旧的东西必须离去。这个死亡为第2步打开了大门，新的你的诞生。接下来，我们将谈论在你的内心之旅中如何点燃你的创造力。第4步向你展示如何适应外部世界，这将引导我们进入最后一步转变。第1步，死亡。为了唤醒你的天才，卸下那些不再适合你的东西。你可能知道已故的吉利安·林恩 （Gillian Lynne） 是猫和歌剧《魅影》的编舞家。从任何标准来衡量，他都是一位成功者。但是当林恩还小的时候，他被认为是一个问题儿童和学习差的学生。母亲没有其他办法，带他去看医生。经过一些观察，医生请他的母亲跟他一起离开房间，但把林恩留在里面，播放着音乐。透过玻璃门，他们看着这个孩子随着音乐跳跃和旋转。医生的处方立即让这个孩子报名学跳舞。和林恩一样，我们许多人都被困在不适合我们的系统中。我们大多数人是传统教育系统的产物，那些鼓励记忆和被动吸收的等级制度环境。为了唤醒你的天才，第1步是重新学习。而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首先去学会忘记，或者摒弃那些不再适合你的东西。也许你在生物学方面表现出色，并在医院做义工，但在申请医学院时，你决定不再对从事医学感到激动。抛弃多年的努力和你作为一名医生的身份可能会很困难。但请记住，你并不等同于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是你给自己讲述的一个故事，但它实际上并不是你本人。
你可能热爱音乐并在乐队中演奏，但你不仅仅是一个音乐家。你可能开着一辆奔驰，但那只是你拥有的东西，而不是你的本质。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方面会缩小你的广阔和真实，要在不确定的灰色地带感到舒适。接受和接纳矛盾的思想，摒弃控制你的思想与某个特定群体保持一致的部落心态。将你的注意力视为你拥有的最重要的资产，不要轻易的将它贱卖给手机上的每个提示、24小时新闻周期的需求或社交媒体的诱惑歌声。一旦你在内心创造了空间，请静坐，等待重生的到来。第二步，重生识别你的构建模块，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自己。在2005年的情人节，3位无聊的年轻工程师决定创建一个网站，供单身人士发布视频，向潜在的伴侣介绍自己。这个想法并没有起飞，但这个努力并不是完全浪费时间。如今，你们都知道它就是 YouTube。YouTube 的第一个版本可能没有成功，但是通过拆解并找到可用的构建模块，这些工程师们成功的建立了一种新的东西。那么，你的构建模块是什么呢？你的技能，你的才能，它可能是对你来说轻而易举，以至于你没有意识到它是一种才能。它可能是让你认为自己奇怪或与众不同的东西，但实际上是一种超能力。不要将自己局限于一个方面，你可以是一个擅长写作的运动员，一个会演奏乐器的律师，一个爱好烹饪的登山者和马拉松选手。发现并结合你内在的多样性，在经历这个重生过程的同时，问问自己，我的使命是什么？我在生活中的目标是什么？保持一个能量日志，记录什么让你充满能量，以及相反的，什么让你感到疲惫，什么让你兴奋，什么让你感到沉重。通过探索其他职业和生活方式来深入可能性，与那些从事你可能感兴趣的领域的人交谈，并试着体验一下他们的世界。当你进行这个惊人的探索之旅，试验你可能喜欢做或成为的事情时，有一件事不需要随同而行，外部认可。想想看，杰森·亚历山大 Jason Alexander 因在《宋飞传》中扮演乔治·康斯坦扎 George Costanza 获得8次艾美奖提名，但从未获奖。或者艾萨克·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 直到写了262本书后才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想象一下，如果亚历山大或阿西莫夫决定缺乏赞誉意味着缺乏才华，并停止创作他们的作品会怎样？依赖外部认可意味着让他人为你设定议程。像美丽、同情心和创造力这样的东西无法真正被衡量，因此没有任何奖项或奖章能够真正捕捉到它们的全部。第三步，内心之旅，释放内在的好玩、创造和智慧的自我。有一个快速的方法，不要上谷歌，不要用他人的想法、观点和创意过度填充你的大脑，而不是培育自己的思想。相反，在你的电脑上保持一个 Word 文档，这样你就可以随时记录自己的想法。保持你的想法私密和真实，倾听你的直觉，与他人进行头脑风暴，但确保你收集了一群多样化的思考者。进行长时间的步行，这在产生好主意和真正付诸实践之间的低谷时尤其有帮助。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中，2组人接受了一项发散性创造力测试，其中在测试前走在跑步机上的一组得分高于那些一直坐着的人。忽略内心批评者，他们抱怨你的想法不一致和缺乏合理性。你不需要那个家伙在你的创造力涌动时压制他们。当然，你的新主意是不合理的，它还不存在。什么能培养创造力？游戏，不论年龄。当你进行手术或驾驶飞机时，清单是很好的工具，但当你试图让一件新事物发生时，有时你需要追随你的兴趣，就像查尔斯·达尔文读地质学的书一样有趣，或者像办公室的演员们一样，当他们陷入困境时，他们会创作另一部剧集的剧本。下次你在工作中陷入困境时，也许可以尝试为竞争对手的产品想出一个创意。思考你进行思考的地方，并考虑玩弄你用什么名词回答的那个地方。办公室，无聊，一个创意实验室怎么样？而不是开会，何不尝试协作洞穴？在巴西罐头制造公司 Breslotte 没有员工，在那里工作的每个人都是发明家。不知道而不是过度研究或过度准备可以帮助你启动真正新颖和有创意的东西。忽略批评者，他们就是那些曾称伽利略、斯蒂芬金和沃尔特惠特曼为愚蠢、
偏见和亵渎的人。老子也道，在乎其他人怎么想，你将永远是他们的囚犯。与外界有意义的互动。在这个信息时代，我们大多数人都成为了我们认为是事实的信息消费者。但是有多少人对此进行质疑呢？我们对孩子们说，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而不费心去研究这个理论是由谷物制造商卡尔洛格提出的。怀疑精神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今天，因为在没有事实核实的情况下，错误信息可以及时传播。质疑也使我们接触到不同的思想和观点，而这些思想和观点往往会被算法所避开。算法选择我们看到什么。当我们寻求与外界有意义的互动时，很容易去寻找导师和领导者。但要警惕大师，因为你看到的他们只是他们想让你看到的。以美国最受喜爱的象征之一亨利·戴维·梭罗为例，他在瓦尔登湖边建造了一个小屋，体验和写作生活的最基本形态。你可能在阅读瓦尔登湖时欣赏过它，但你是否知道他的小屋离他的家只有2英里远？或者他的母亲在周末给他送点心，或者他经常去他的好友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附近的家吃晚餐。这对瓦尔登湖有了不同的看法，不是吗？你很少能看到其他人开创道路的全部真相，无论他们是 Instagram 的影响者、作家、音乐家还是科学家。你也不总是需要听从他人的建议。记住，当他们给你建议时，他们是基于他们的个人经验，而不是你的。因此，寻找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声音，然后将他们的建议应用于你自己的情况，看看是否适合你。还要记住，当我们看到英雄时，我们只看到了幸存者，并不是每个辍学去硅谷的人最终都会创办全球最大的计算机公司。史蒂夫·乔布斯的成功可能与他是否大学毕业无关，我们无法得知真相，所以模仿他辍学并不合理。放下未来，真正拥抱自己，这会有帮助吗？3个简短的词语，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会有帮助吗？阅读另一篇关于没有录取你孩子的大学的文章吗？在一次重要的旅行前检查飞机失事的统计数据吗？查看专家对新的大流行病有什么看法吗？事实是，即使是专家也不总是能够预测准确。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担心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精力。要迈向你的转变，有必要放下对未来的概念。有一个大致的想法是一回事，但试图强迫生活按照预测和计划的道路前进通常是行不通的，因为有些事情是超出你的控制范围的。一个完全按照你计划的生活不仅不太可能发生，而且可能不那么令人满意，因为你剥夺了成长和令人兴奋的可能性。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想想英国的花斑蛾，在19世纪之前，98%的花斑蛾是浅色的，2%是深色的。在工业革命的50年里，比例完全翻转了。为什么？燃烧煤炭的工厂排放的煤烟使树皮变黑，因此之前通过浅色第一伪装的浅色花斑蛾现在容易被捕食鸟类发现。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种情况，但曾经最有利的事物，浅色的伪装，在这个新世界中不再被人们所期望。如果你过于紧密地固守着自己的某个形象，你将抑制未来版本的潜力，这些版本只有在你熄灭现在的版本之后才能浮现。离开熟悉的环境是痛苦的，特别是当熟悉的环境与你的身份紧密相连时。举个例子，如果你正在考虑放弃从事法律工作而转行教书，你可能会疑惑，如果你不再是一名律师，你还是不是你自己？你周围的人可能会对此产生负面反应，对你消失的就存在感到不满，或者因为你提醒了他们的停滞而怨恨你，他们的不是你承担的负担。想象一下，为了展开美丽的翅膀，毛毛虫必须放下自己的形态。充分发挥你天才生活的潜力，意味着放下旧的自己，那个与各种先入为主的观念紧密相连的自己，真正拥抱你独特的光芒。记住，你是一个天才，即使你从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通过真正审视你的生活、价值观和选择，并仔细倾听你真实的声音，你可以重生为一个真实的自己，与周围的世界有意义的互动。希望你在观看唤醒你的天才的视频后，能从中获得深刻的启发和有价值的内容。以下是一些可行的建议，帮助你将书中的智慧付诸实践。实现个人成功，自我反思，花些时间回顾自己的生活、价值观和选择，思考你是否迷失在他人的期望中，停止了对自己的真实需求的探索。
尝试重新认识自己，并思考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挖掘你的独特才能，认识自己的优势和天赋，探索你擅长的领域和对你来说轻而易举的事物，它们可能是你隐藏的天才所在。不要局限于单一的身份，尝试将不同的才能结合起来，创造出独特的可能性。探索未知领域，不断寻求新的经历和学习机会，展开一段内心的冒险旅程，尝试从其他领域汲取灵感和知识，与不同背景的人交流，打破思维定式，开阔视野，激发创造力，放松内在批评者，不要限制自己的创造力。玩耍，尝试新事物，保持好奇心，跳出常规，尝试与众不同的方法和观点。创造力是个人成长和成功的关键，让改变发生，不要害怕改变，承认过去的束缚，并勇敢地踏上追求自己天才潜能的道路。不要过于担心他人的意见，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内在力量，接受变化，迎接未来的新版本的自己。希望这些建议能激励你采取行动，并帮助你在实现个人成功的道路上迈出重要的一步。记住，真正唤醒你的天才，取决于你对自己的深入思考和积极行动。相信自己，相信你内在的潜能。祝你一切顺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智慧传媒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激发你的思维，发现新的世界。点击通知按钮，第一时间一起体验启迪思考与智慧的力量，开启美好未来。谢谢您，再见。